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蜀锦人家谭松韵新剧遇冷，3大硬伤拖累，观众失望透顶。大女主剧又来了，这次是谭松韵主演的《蜀锦人家》，可惜她并没有掀起多大风浪。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古装剧，它上线后热度平平，豆瓣评分刚刚及格，还被同期的《我是刑警》轻松吊打。有人说，连剧名都透露着扑街气质，这话虽然刻薄，但也不无道理。那么《蜀锦人家》到底问题出在哪？简单来说，这部剧就是硬伤集锦，问题扎堆，连粉丝都看不下去。说谭松韵，大家想到的一定是锦衣之下的袁今夏，或者以家人之名的李尖尖。她一直是灵动可爱的代名词，可这次在《蜀锦人家》里，她的问题就暴露了。34岁的她再次挑战17岁少女，虽然娃娃脸能骗过部分观众，但镜头对上来的时候，年龄感还是藏不住。演技在线，但观众疲劳，这大概是她当下最大的问题。更糟糕的是，谭松韵这次的角色和之前的角色几乎没啥区别。季英英的古灵精怪、伶牙俐齿，看着是不是很眼熟？没错，这不就是袁今夏的翻版吗？就连语气和小动作都似曾相识。谭松韵真的该考虑转型了，再这样消费自己的少女人设，观众迟早会腻。再说男主郑业成，他其实挺努力，也演了不少戏，但始终没能出圈。最出名的角色还停留在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美人师兄，但那都多久之前的事了。这次在《蜀锦人家》，他依旧没能撑起男主这片天，存在感被谭松韵压得死死的。更别提男二京超，完全就是个 NPC， 有他没他好像都一样。《蜀锦人家》的剧情从一开始就透露着浓浓的陈年味，开篇是爹死娘带娃的标配桥段，这种设定都能直接写进古装剧套路大全了。姐弟相依为命，艰难求生，再加上后来欢喜冤家式的爱情戏码，老套到让人怀疑编剧是不是直接从隔壁剧组搬过来的剧本。最让人无语的是，这部剧号称大女主创业，结果季英英的创业过程全靠抖机灵和小聪明，完全没有任何专业性可言，靠几个小花招就能在古代商业战场上呼风唤雨，这种设定说服力极低。大女主的成长线硬生生被拍成了锦鲤开挂记。更扎心的是，故事后半段的逻辑漏洞简直不要太多，明明是经商剧，结果剧情突然变成了狗血家庭伦理剧，节奏混乱，走向迷离。观众大呼，这到底是卖蜀锦还是卖情怀？曾几何时，大女主创业是古装剧的一剂良药。观众看着女主从0到1，从弱到强，顺便虐虐渣男，逗逗白莲花，确实很爽。但爽剧看多了，审美疲劳也来了。最近的珠帘玉幕讲女主卖猪，蜀锦人家讲女主卖锦，这种流水线式的设定只会让人觉得无聊。观众不是傻子，资本也不该只盯着流量密码死磕。一个题材火了，就一窝蜂的扎堆，最终只会耗尽观众的热情。即便是谭松韵这种抗拒能力强的演员，也难以拯救被套路填满的剧本。对于蜀锦人家来说，想要逆风翻盘几乎是不可能了。谭松韵虽然演技过关，但角色的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。郑业成急需一部能让他真正出圈的作品，但显然这部剧并不是。剧情更是硬伤太多，连观众的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。不过，这部剧的失败也给了市场一个警示：古装剧需要创新。大女主剧并不是死路一条，但需要真正的好剧本来支撑。观众想看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聪明女主斗渣男，而是更立体、
更有深度的角色成长。蜀锦人家的扑街是意料之中的事，也是古装剧市场的一面镜子。当资本和编剧们一味追求安全牌，把流量和套路捆绑在一起，最终只会把观众逼走。或许蜀锦人家不会是最后一部因为套路化而失败的古装剧，但它应该成为一次反思的契机。毕竟，观众的热情是有限的，古装剧的未来需要更多勇气和创造力。谭松韵真的要换戏路了，少接烂剧。谭松韵一直被认为是内娱里装嫩但不让观众反感的女演员之一，不走寻常路的机灵滑头角色直接成了她的舒适圈。随着这类角色的印象加深，只要一提起谭松韵，大家都会不自觉地现她瞪着眼珠和 CP 互对的场景。但戏路太一样，也会容易让人感到厌烦，而她新出的这部剧的恶评大概能说明一些问题。最近的古偶剧里，男女主角不谈恋爱了，开始赚钱搞生意了。前面刚送走了一部《珠帘玉幕》，优酷紧跟就开播了一部晚晚泪倾的《蜀锦人家》，一样的套路，一样的开头，啥也不干，先给主人公设定一个地狱开局。谭松韵扮演的季英英出身名门，但小时候季家遭遇无妄之灾，继父更是被诬陷谋反就地正法。而目睹了一切的季英英，从此就患上了 PTSD， 看见大片的鲜红，就会止不住呼吸困难、头晕目眩。长大以后的季英英继承了父亲的手艺，凭借精湛的手艺打响了名声，一个人拉订单、制丝、换丝，完事再收账，拉人入股，活脱脱一个古代女版马云。为了拯救当地换丝的小西，季英英跟官二代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，跟警官不打不相识成了 CP。 按套路，英英肯定有个青梅竹马的婚约者，但肯定成不了。然后就是前脚季英英刚失恋，后面就马上和男主暧昧起来。然后就是事业线，中间有很多阻碍、挫折，被商户集体催债，被恶霸使绊子，被大佬下套。但所有的阻碍，最后都会被女主化解。而且这部剧播到现在，可以说这剧看到现在，每一部都是套路。编剧在既定的套路下，写了一个不痛不痒、不紧不慢、不伦不类的古偶商战。不用想，季英英最后肯定为父申冤，靠自己重现蜀红丝的光辉，完事再跟自己的欢喜冤家谈个甜甜的爱恋。而且这部剧可以看出来，谭松韵不仅没有走出舒适圈，整体表演还有些退步了。希望谭松韵以后可以接点别的类型戏了，再这么演下去，观众真会腻的。你对蜀锦人家怎么看？他真的还有救吗？评论区见。